小树蛙跟狐狸猫约好，今天下午要一起去狐狸猫家喝下午茶。餐点准备好之后，小树蛙说刚泡好的茶太烫了，于是狐狸猫便从冰箱拿出冰块，放进它的杯子里。狐狸猫看到小树蛙正在喝放了冰块的红茶，跟刚刚烧好的一壶开水，它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因为释放出热，放在冷冻库的液态水才会变成冰块，而用来冲泡红茶的热水，则因为释出热，所以气态的水蒸气慢慢转变成液态的水。这些过程被称为水的三态变化。我们知道水的三态变化涉及热量的变化，所以这是化学反应吗？小树蛙放下杯子说，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何区分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，两者的差别在于有没有产生新物质。当冰块融化变成水时，水的形态从固态变成液态，但是没有产生新的物质，因此属于物理变化。小树蛙接着对狐狸猫说，你是否能根据下列现象判断出哪些是物理变化，哪些是化学反应吗？我们刚才已经知道，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差别在于有没有产生新物质。金属加热后体积增加，水蒸气凝结成水滴，砂糖溶于水中形成糖水。这三个现象都没有产生新的物质，因此属于物理变化。而木柴燃烧后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产生了新物质，所以属于化学反应。答案是 D。你答对了吗？发生化学反应时，常常也会伴随光和热的变化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节日时常看见的烟火，同时有颜色变化跟产生光与热这两种现象。这是因为烟火的爆炸过程中，能量大部分转化成光能，呈现在我们眼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已经学过化学反应会有下列变化：颜色的改变、温度的改变、沉淀的产生、气泡的产生等等。又或者是料理时，像是食物加热后产生的变化，例如颜色改变、凝结等。还有在水里丢一颗发泡锭，便会出现大量的冒泡现象，这些现象都是化学反应。小树蛙接着对狐狸猫说，学了这么多关于化学反应的知识，那我来考考你，已经知道化学反应会产生新物质，那要如何知道有新物质产生呢？你想到了吗？我们可以运用已知化学反应常伴随着的变化，例如颜色的改变、温度的改变、味道的改变、沉淀的产生、气泡的产生等，来判断是否有新物质产生。我们先看用双氧水制备氧气的实验，因为生成物是气体，所以可以观察到水中有气泡产生。蓝色硫酸铜晶体受热后变成白色，表示硫酸铜里头的水分被分解出来，剩下白色的晶体，属于颜色的改变。当小苏打加热后，会产生碳酸钠、水以及二氧化碳，而且可以利用澄清石灰水检验二氧化碳气体。因为有白色沉淀物的产生，使澄清石灰水变混浊。小树蛙问狐狸猫，这个反应中有水的产生，你还记得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验证？狐狸猫回答，我知道，可以用氯化亚钴试纸进行检测。蓝色的氯化亚钴试纸碰到水会变成粉红色，这是一种化学反应。将试纸放进管口，颜色由蓝色变成粉红色，表示积在管口的确是加热小苏打后所产生的水。小树蛙表示，狐狸猫你真棒。接着又问狐狸猫，你有注意到为什么装有小苏打的进行加热试管要稍微往下倾斜呢？这是因为小苏打加热后会产生水，如果水蒸气凝结成水珠流到试管底部时，容易因为温度差异造成试管破裂，
因此需要将试管稍微往下倾斜，让水珠积在管口。而且实验结束后，先将橡皮管移出石灰水，避免石灰水逆流回试管。由以上例子可以知道，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，物质的本质或形态上发生变化，而产生新的物质。而 A、B、C 三个化学反应，分别可以透过观察到的不同现象，知道有新物质产生。A 可以透过气泡产生， B 借由颜色改变， C 有白色沉淀的产生，来判断出有新物质的产生。你答对了吗？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，物质的本质或形态上发生变化，产生新的物质。化学变化后的产物和变化前具有不同的性质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。想一想，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组合，原子的种类和数量是否会改变呢？反应前后，物质的质量是否会不同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